一场大雨消弭了重庆的燥热，雨一直在下，街面上没什么行人。一辆面包车停在一家银行门口，车上的几人戴着唐僧师徒的面具，拿着枪走进了银行。毋庸置疑，这几人不是来取经的，而是来抢银行的。监控室的保安沉迷消消乐，并未注意到身后大屏幕上的抢劫现场。于是歹徒们不费吹灰之力便控制了银行。这时交警注意到了等在门口的司机小胖，敲开车窗告诉他这儿不能停车。这时扔在副驾的对讲机毫无预兆地响了起来，对方问小胖外面情况如何，有异常及时汇报。交警马上警觉起来，摸向腰间的枪。小胖发现事情败露，一脚油门逃走。银行内的劫匪没有得到回复，察觉到不正常的他们马上装了钱准备跑路。这时外面警笛声响起，劫匪头目马上吩咐小弟找找有没有隐蔽的出口。戴着猴哥面具的小弟来到金库深处，发现地上有个1人宽的洞口，洞口连接着一个火锅店。故事就要从这个火锅店说起。重庆是一座热辣的火锅城市，也是一座布满防空洞的城市，地下全是密密匝匝的防空洞。星罗棋布在这座不信这个邪，于是越赌越输，债台高筑。接到电话后，他又输了一把，扔下钱骂骂咧咧地往回走。途中遇到了放贷的七哥，问他什么时候还清赌债。刘波请七哥再宽限1周，等火锅店卖掉，他一定还清这23万欠款。许东向刘波转达了老板的意思。刘波询问扩建要多少预算，许东表示起码得5万。刘波认为这钱该许东出。当初火锅店开业，刘波将钱交给许东，吩咐他把防空洞打通。结果许东转手拿着钱请了个菩萨像回来，美名其曰为了求财，但财没求来，倒请来了穷神。店里的生意每况愈下，十分惨淡。一旁的眼镜让他们不要再吵，有这功夫不如先把电费交了。这些日子一直是他在偷电，挨家挨户偷了个遍，才堪堪维持住了店里的照明。三人都有些捉襟见肘，别说5万，5千都不一定凑得齐。于是他们决定冒险自己搞扩建。说干就干，三人托关系弄来一张图纸，开始着手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挖洞。许东和刘波忙里偷闲抽根烟的功夫，眼镜那边就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，大量的灰尘从洞口冲出。刘波怀疑是不是挖到了地雷，两人急忙跑进洞中，眼镜已经钻出了洞口。三人先后从洞口爬出，拿着手电筒四处打量，发现了整整齐齐码在台子上的钞票。眼镜惊呼这是谁的钱？许东爆了句粗口，二话不说就往怀里捞。刘波打开了屋里的灯，惨白的灯光照得满是光亮。三人在黑暗中滋生出的邪念也瞬间无处遁形。墙上的几个大字提醒众人，这里是一家银行的金库。理智短暂回归，三人盯着面前成捆的毛爷爷。许东提议炸掉洞口拿钱跑路，刘波有些犹豫，他家里还有80多岁的外公，跑起路来估计有些难。许东恨铁不成钢，跑路带什么80岁外公，真是人才。他们几个这把岁数一事无成，不趁此机会干票大的，恐怕这辈子再没有出头之日。这时许东的电话响起，是老婆萌萌照例查岗。许东平日里吊儿郎当，却是个实打实的妻管严。他接起电话语气都软了几分，挂掉电话后骂了句瓜婆娘。刘波觉得用这个方法出人头地太冒险，眼镜想跟自己爸妈在一起，于是三人决定还是老老实实把洞补上。但补洞是个大工程，他们要先往里填石头填水泥，最重要的是抹平地面铺上瓷砖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最后铺好瓷砖的这个人要怎么从银行走出去还不被抓？除非他们有内部的人。思来想去，他们打算自首。刘波作为代表来到派出所，说自己的火锅店搞装修不小心挖到了金库。此时对面的警察正忙着核对信息，并未将刘波的话听进去。是个女同学，还是个给刘波写过情书的女同学。这个同学叫于小慧。于小慧从小到大都是个小透明，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都循规蹈矩，安分守己。因为没有给同事小张不合规矩的资信证明签字，她成了对方的眼中钉。小张的爸爸是个富商，银行每个月的存款指标都指着他。于小慧的爸爸却只是个身体不太好的普通人。领导劝他不要和小张对着干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有些事情是可以变通的。刘波三人打定主意找于小慧帮忙，于是便制造了偶遇的机会。小慧在找机会提补洞的事，没想到眼镜喝的有点多，将事情说漏了嘴。刘波也不想骗于小慧，索性将事情一五一十和盘托出，并带他顺着洞口来到银行的金库。翌日，于小慧打来电话约刘波见面，他替三人想了个计划。不久前上头下了文件，要求老城区30年以上的金库在今年之内完成硬件升级。前几天于小慧联系了安保公司进行测绘，他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换掉测绘员的资料，等刘波顺利进入金库后，再打电话通知真正的测绘员不用过来，晚点给他们一个数据。看到涉及自身利益的东西，一定会刻意剪得很慢。刘波几人就趁这个时间将洞补好。计划听起来天衣无缝。刘波好奇于小慧为什么愿意帮他们，还表示事成之后一定会好好感谢他，有什么要求现在就可以提。于小慧闻言踌躇了片刻，表示唯一的要求就是把那封信还给他。于小慧口中的信就是他写给刘波的情书。当初他请眼镜把信转交给刘波，却被许东抢走，在教室里大声朗诵。当时大家都在笑，但最后那封信去了哪儿，三人都没印象。赌债拖了一天又一天，七哥带着人找上了门。
将刘波暴揍一顿后，勒令他3天之内还钱，否则家破人亡。走投无路的刘波来到火锅店，眼镜过2天就要到北京投靠亲戚，刘波让他先回去休息，自己替他看店。眼镜离开前，把刘波借给自己的一个黄布包留在了桌上。入夜后，刘波钻进金库拿走了几捆钱，他带着钱找到一个熟人，对方经常和人合伙在赌桌上下套。刘波打算用这些钱去敲别人竹杠，赢一倍就马上离开，到时候本金偷偷放回银行，赢来的钱也好还赌债。然而刘波刚上桌就接到电话，得知外公在家抽烟点着了房子，他顾不得多想，马上带着钱离开。殊不知这次他才是桌上的肥肉，冥冥之中是外公将悬崖边的他拉了回去。刘波匆忙赶回家，房子虽然被烧，所幸外公安然无恙。于小慧恰巧来找刘波，也帮着收拾起来。刘波闷闷地说，房子被烧成这样，信肯定找不到了。于小慧表示可以先欠着，以后拿别的还。刘波拿着一包钱去玩大麻将的消息传到了七哥耳朵里，他带着兄弟堵到火锅店，让刘波把钱交出来。刘波抱着钱跑路，七哥的小弟迅速追了出来，眼镜和许东也跑出来帮忙，对方人多势众，结果就是钱被抢走人，还挨了顿打。事已至此，刘波不想拖累许东和眼镜，打算一个人抗下这件事。翌日，他按照约定来到地铁站，将这件事向于小慧坦白，随后骑着车来到警局，准备坦白从宽。事情刚说一半，警察就接到银行被抢的电话，顾不得刘波便集体出警。刘波再次自首未遂，得知被抢的银行就是被挖了洞那家。刘波急匆匆回到火锅店，挑了把趁手的家伙，准备从洞里进去救出于小慧。眼镜思索再三，也跟着爬上了洞。刚上来就遇到来找出口的劫匪猴子，刘波二话不说给了对方一锤子，随后吩咐眼镜把人看好，自己换上劫匪的衣服，戴着面具回到大厅。小张想趁劫匪不注意报警，被发现后暴怒的劫匪要砍了他的手。于小慧为了救大家，把银行有个洞的事说了出来，并将这个洞的来历简单说明，然后提出把同事们关到金库，自己带劫匪去找那个洞。出去后这些钱五五开。劫匪头目听完笑了笑，他相信就算真有洞也一定在金库里。说话间，刘波掏出手枪挟持了头目，他让于小慧赶紧带着大家到金库。然而被打晕的猴子却在这时醒了过来，挟持着眼镜拦住了众人的去路。于是刘波手里的筹码没了，他和眼镜也成了人质。此时许东正在想办法凑钱帮刘波，他拿了家里的银行卡，连车子也准备卖掉。路上偶遇了七哥，许东一个发狠踩着油门撞上了对方的车，然后拿走装着钱的包来到火锅店。刚坐下准备吃口热乎的，几个劫匪就出现在店里，他们拿走了许东抢回来的钱，将4人绑在一起准备一把火烧掉。眼镜说于小慧的那封信在自己那里，怕许东和刘波笑话他，一直没敢说自己喜欢于小慧，如今死到临头也算勇敢一次。劫匪们给4人戴上头套，并告诉他们那些枪都是假的，正准备丢个打火机送4人去见佛祖。七哥带着小弟们上门寻仇，他们以为劫匪是刘波几人找的帮手，二话不说就动起了手。这时许东想起自己兜里有把小刀，等4人挣脱束缚时，劫匪和七哥的人也躺了一地。头目盯着刘波看了几眼，随后拿起地上的钱跑路。刘波不顾众人劝阻，拿着一把小刀追了出去。刘波离开后，警察控制住了局面，人质们被一一解救。刘波在大雨中追了头目几条街，随后扭打在一起，结果双双体力不支晕了过去。头目率先醒来，拎着包走出巷口，结果却被疾驰而过的车子撞倒。刘波手脚并用爬了出去，从被抢走的包里拿出了那封信，将它捂在了胸口。后来刘波将功补过，成了见义勇为的英雄。眼镜也打算留下来，几人准备重新开一家火锅店，这次入伙的还有于小慧，有了她的加入，相信生意会越来越好。